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当中美在经济上开战之后没多久，川普马上发了一则帖子。这个帖子之后，让大家觉得哇，觉得非常的有猫腻，非常奇怪。为什么？它里面特别说了，他说中国正在发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们变得极为敌对，而习近平是因为心情不好。里面的第一句话最有玄机，什么叫做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个川普口中讲就是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今天微博热搜第一名是成都天府大道的小米自燃事件，这个画面非常惊人，而且很可怕。原因是因为只是有一个车主，他撞车之后，没有想到他的门没有办法打开，甚至旁边人想要去救他，去踹门、去踹玻璃，完全都没有用，最后人活的烧死了。这件事情在中国卷起了非常大的回响，包括有各种的画面、各种的这种贴文不断的转传，而且就因为这个事情，小米的股价跌得非常的多。而就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千万别忘了，在这个月是习近平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月，四中全会就要开了。但今天这个事情爆发，加上不断的转传，这代表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叫新质生产力跟所谓的新三样，新三样就是电池、电动车还有太阳能板。光今天一个小米烧了起来，不就是对你的电池跟你的电动车完全的不信任吗？而且它转传的速度还这么多，这么的广，这难道背后有一股力量要来挑战习近平吗？所以国政经济路上看起来，原本我们刚刚上一集还在讲双方杀的跟什么一样，结果今天光是川普他一句话，他就点出一个不能说的秘密，什么叫做非常奇怪的事情？结果我们一看，原来指的就是这一种，包括了小米自燃等等的，在挑战习近平权威的事情了。对，中国现在正准备开四中全会，整个权力结构或人事布局都要在未来几天内决定。可是有件事情突然间在全中国被拉得非常火爆，是成都发生了一个小米汽车的火烧车的事件。可是其实本来只是一个火烧车事件，竟然在全中国网络滚起来。现在不管是热搜第一名或热搜第一名、第二名，其实全部都是小米。对，都是小米，都同一个车祸。第一个是成都天府大道的小米自燃事件，第二名还是成都小米，所以是有人刻意的在四中全会之前把整个事情把它渲染起来，变成是全中国的运动，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奇怪。所以川普现在为什么讲这句话？他就讲说，我今天在这一场稀土大战有一点被打得一头雾水，你知道吗？因为突然间中国就开战了，其实完全没有事前的迹象，所以他也发现中国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习主席的心情现在非常的不好，心情很差啦。对，就像你说了，正在挑战什么？挑战他的中国制造2025新质生产力跟中国出口新三样，因为这些都是中国要伟大复兴的一部分，都是习近平推出来的，结果现在都翻车了。对他的重要政策，那为什么说川普要这样说呢？其实川普本来都以为他开心的准备要去韩国跟习近平见面了，所以在10月底之前，在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理论上我们的股市会是光辉的10月，美股也是一样，大家只是担心会不会泡沫涨太多嘛。可是川普竟然自己发文说什么，突然间稀土就打起来，所以他说什么，你看他的发文就会觉得很有趣的，中国正在发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们变得非常的敌对。那川普还自己讲出他的心情哦，过去6个月来，我们其实美中关系一直相当的良好啊，虽然打闹吵，可是其实都还是有在谈啊，包括在马德里会谈啊，其实他们都有在谈，所以过去有些事情，本来是很正常的，怎么突然间感情说翻脸就翻脸了？所以后来川普就自己检讨之后就讲说啊，其实别担心中国啦，一切会好起来。这是今天最新的发文嘛？习主席现在只是心情不好。他讲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哦。他怎么就知道习近平现在心情不好？那我跟他一样，也希望他。而且他还说什么？他不希望自己的国家陷入萧条。我也一样。美国是真心的要帮助中国，而不是在伤害中国了。所以突然间，他也就发现。中国怎么进入一个不好的时间点？他的英文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bad moment。为什么川普要讲说中国现在
在四中全会前这么重大的权力更迭的时候，怎么会发出这件事情？不过川普自己也讲了，他又自己贴文说，我2周会就去APEC 峰会跟习主席见面，但现在不管他去不去啦，反正川普是一定会去的。对。到时候去的是不是习近平？他没有讲，哦，可是他一定会去等他嘛。那有些证据你也看得出来说，这次其实是突然间莫名其妙 bad moment 跟中国非常的奇怪跟敌对。这是美国贸易代表葛利尔嘛，对，他一直有跟中国在来来往往嘛，吵归吵，其实双方都有联系的管道嘛。结果他现在出来讲说，美国其实事前不知情为什么突然间打这个稀土大战、锂电池大战，把全世界都卷进去？从公开资讯，他也想要跟他们通话，结果他们都不愿意通话，不愿意通话，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连中国的可能跟他来对头这个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你说干就干了。对，所以川普才会说 bad moment， 他们变得非常的奇怪。他说这是一个夺权的作为，怎么突然间大家双方，如果你要谈判要闹僵，至少你要先来一个说你哪些我不满嘛？其实没有美国最近也没有说做出什么事情，所以连范斯副总统会说其实两人关系不错啊，但中国这些行为有点让人震惊他怎么会做这些事情？所以大家美国现在反而是美国一头雾水，也在担心说中共的政局是不是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其实才是川普最担心的事情了。不过怎样，他还是会去韩国等他嘛，到时候是谁来不知道。不过到现在是反而中国其实是变得非常的奇怪，跟非常的敌对。那奇怪的地方是，10月13号这一场的车祸。在成都天府大道半夜的时候，有一辆小米最新的 HU7撞上了，自己去自撞，撞到绿化带，然后失火了。你看，这个画面也太吓人！这个车烧了起来之后，人还在里面，结果这么多人都要去踹，这么多人想要去救他，他说他的门没有办法打开，结果人都跑了，因为真的没办法开了。这是我们从侧面看到高点侧面看下去拍嘛，接着后面的行车记录器也公布出来了，还有行车记录器，还有人这行车记录器的影片也被刻意公布出来。你看怎么追撞上去的，后面他车怎么开的？这个记录器的半夜凌晨3点钟，怎么又马上可以调到这个画面？再来是消防队员在救火的时候，这个画面也被公布出来。怎么这个画面侧片的画面？半夜3点钟，怎么有这么多的取角？难道这很多组摄影？这画面很吓人。这下面一边烧的时候，它的电池还在爆，结果一直喷，水根本没有用的。对，这就又在证明一件事情不管你电动车起火的时候用水再怎么喷，就完全还是没有效嘛。这是侧面画面。再来是整个消防人员怎么样去把这车子切割开来，整个救险的画面、抢险的画面，然后整个全中国为什么会上热搜排行榜？有计划性。我们当然不能讲说有计划性怎么会刻意的有这么多段影片？这很吓人从一开始的火灾的画面，车烧起来画面，到行车记录器，而且有前镜头，还有他撞完之后的，甚至还有警消单位他在救的，还有切割的，甚至还有直播的，还有人说什么在旁边看的时候。还有弹幕就表示凌晨3点，谁会在那个线上？大家都睡了嘛？没有这么多人，然后还有人一边在看，说路人真的已经很努力在那边救人了。绿色衣服棕色衣服是在哭吗？然后还有什么太吓人的国产的电动车真的很靠谱吗？所有人都关心这件事了，所以为什么上热搜排行榜，甚至整个中国的路线可能会被因此挑战？为什么叫路线挑战？新质生产力跟中国新战样，习近平重要政策跟重要转型方向都被挑战。你看，将宁德时代的电池爆炸等于装个炸弹，那其实在质疑说，他说电池其实我是装炸弹，再来是国产车真的靠谱吗？中国现在国产车号称世界第一嘛，准备要超越 Toyota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车厂怎么这些质疑的话？在半夜凌晨3点钟，全部打成弹幕被丢上来怎么刻意要讲这些话？就让我们想起为什么国庆前要把护城风关起来嘛，因为揭开中国国产不堪的那一面嘛。所以整个画面展现出来就是中国这条路线出了问题嘛。再我们来看下一个，再来是小米自己也出了一个很大的包。小米号称把自己吹得很厉害了，当然半夜3点钟烧了之后，人其实没有救下来，最后还是不治死亡嘛。对，所以小米后当时这个画面大家觉得非常吓人，为什么？因为你今天要去开那个门把，那门把是不能够开的，你要敲那玻璃，玻璃也没办法开。这有多夸张？这是人原本活生生的人，还有机会救的人，竟然
活生生被烧死的。可是我要告诉你哦，小米之前不是也同样发生这样的车祸吗？被骂很惨，被骂很惨嘛。所以他说，他其实后来有公布一项专利哦，智慧碰撞的检测系统，如果乘客在里面的时候，他如果发生变化或他会自己去报警，迅速的报警去操作，确保向外界发出求救的讯号。那结果这一次好脸又丢大了。小米说什么知道吗？因为事发的时间是凌晨3点钟，这段时间没有工作人员值班，所以就没有报案。是我们听错啊？对，没有人上班。他本来在吹说自己有24小时随时一个自己报警的系统，然后这是一个智慧系统，结果吹的爆了，就可是你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吗？凌晨没有人值班，但是直播人倒是蛮多的，拍影片很多，所以整个事件就这样全中国发酵，在有意操作之下，所以你可以看一个东西是整个中国是不是有影响力？怎么有中国造成大量的关系是股价一度暴跌8%，小米直接跌8%。代表怎样？这件事情在全中国发酵，大家都在质疑什么？中国的电动车有问题，中国电动车的系统有问题，甚至连一个人就跑出来，格力电器的董事长董明珠也出来凑热闹，他出来讲说，小米汽车再度出大事，大量车主吐槽有质量问题。董明珠董明珠又出现哦，所以董总很棒啊，是中国的骄傲啊。当然很多人就在拍他马屁啊，董明珠又出来了。可是这又代表什么？整个中国是有力量啊，在质询什么路线之争。国珍，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太吓人，大家都在转传，结果不对哦。看官媒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真的怪怪。官媒怎么样讲？他说成都一辆这个车辆起火了，多人救援打不开车门，叭一大堆，对不对？他没有提到2个字。小米没有小米，而且不止1篇，1、2、3、4、5、6篇，所有官媒都不敢提这2个字了。对，官媒似乎是刻意的想要把这件事情淡化，甚至你看到警情的通报里面有一句话是很有趣的，虽然字很小，但是你把它看的时候，他不去讲说是小米电动车，没有提到小米电动车，他也不去讲是电动车问题，他讲的是什么？经过检测，那个叫邓某嘛，对，其实酒后驾驶电动车，然后因为这样才发生事故嘛，所以你把整个警情通报，你可以看完之后，其实他不是在讲电动车有问题哦，其实是有个姓邓的人，他自己开车酒后开车导致整个事故哦。不是，这也太奇怪，就算他酒驾好，他自己撞到，他还是有权利可以活下去吧？他至少可以把门开来吧？结果他说没有，他是因为酒驾所以死了。这哪有这样的？是整个事件，他刻意要淡化它，甚至要把淡化电动车的问题，不是电动车质量问题，是这个人喝醉酒自己出了问题，甚至他自己没有办法自救嘛，因为喝得太醉，半夜把自己撞死了。所以整个官媒其实是刻意的想要把整件事情给淡化，甚至把整个事件的焦点转移过来。不过你要看哦，马上就有人反击了。所以中国网络为什么吵翻天？为什么这件事情很奇怪？马上有人就把车把的事情又拿出来了，甚至车把拆开也让大家看车把。就是像个滑鼠或2个微开关，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安全嘛。拆开之后就发现都是一些简单的构造，里面什么隐藏式车把，你能不能把它完全拔出来，或者是有没有安全设计，其实也没有看到嘛。甚至在那时候说它有自动报警系统嘛，结果这些影片全部都被拿出来，网友就说不要再拿生命来去小米 debug 嘛，这才是真正问题嘛。所以等于小米拿全中国人干嘛？拿中国人的人命在做实验嘛，也在质疑说中国的这条路线出了大问题，那整个大方向打了就打到习近平嘛，所以为什么川普要说这件事情非常危险嘛？中国变得很奇怪，习近平心情不好嘛？那你从整个小米的成绩也再度证明，中国想要有全球竞争力，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这是地表最强的分析师郭明骐又在最新的预估嘛，小米号称新一代的17，小米17，它整个上市之后，它其实是打不过苹果手机的，它整个出货量被大砍2成，从原本的1000万部的目标下修到不到800万部左右的水准，差很多1000万部到800万部。所以郭明骐讲得清楚啊，就是因为竞争力比不过苹果嘛，那这也代表说整个中国你想要挑战西方，其实还有很大一段路。所以他认为是什么？习近平你的方向，你的当初的政策你完全错，如果你是对的。我小米我早就卖赢苹果了啊。对，没错。所以为什么不能讲说 Android 跟苹果之间的战争？你不能一直讲苹果系统好，不能骂 Android 系统嘛？其实这又是另外一个。
翻版嘛，又是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嘛，中国自己国产的不能被人家讲说它不好，那免得人家去质疑习主席的路线嘛。还有这个是 AI 晶片，那 AI 晶片中国不是全力在发展吗？甚至习近平还要求长兴储存自己去做 HBM， 要华为宁可手机慢点上市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华为新手机没有上市，被苹果卖得下架叫，结果 AI 晶片中国最新一季的报告出来了，8号公布了业绩，第3季的业绩报告。需求量是增加，营收暴增哦，营收飙高。你看到增加了很恐怖啊，连增这个叫新源公司，连增79%，创下单季的历史新高。而且前3季的订单高达32.49亿元，这些小公司都表现得非常强，结果上半年还是亏损，接下来第3季也还在亏损，代表怎样？中国的 AI 晶片做出来了，可是你都赔钱在做，那这也证明一件事情：中国好像晶片自主、AI 自主，其实还是很难做到。因此，在10月这一场月底即将要开4中全会，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会不会影响到大家质疑说，你过去几年带我们走这条路线？到底有没有走错路了？是不是应该要换人带头走？这就是一场新。为什么说中国内部充满问题？这就是答案了。辉正，这样一路听下，和一群人哦，有一群人是有意识的要去挑战习近平的路线。今天你是挑战习近平路线之后。4中全会就要开了。习近平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要把这个权力群体握住。我们之前有讲，他干了一个东西叫做清朗行动。你今天有关于对于我的负面事情，我全部都把它除掉。结果之前不是有什么于朦胧的事情吗？于朦胧事情想说，都处理好了，全部都压掉了。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完完全全这个于朦胧的事情根本还没有消除，甚至你看到这一幕，竟然有人特别在这个所谓的广场的这个看板上面。电子看板上面还放了于朦胧的广告，大家没有让这件事情沉下来，而且这件事情是什么？也是对习近平的挑战了。是赵和到底是说是心疼他的这一些所谓的粉丝，不让于朦胧的死亡事件成了，还是有人打算借由于朦胧的这起死亡事件来挑战习近平的一个权威？对，事实上他们现在越来越多有人这样的一个质疑哦。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于朦胧已经死亡的事件到现在已经1个月，本来检方在检查在24小时之内就说他是饮酒意外坠楼的事件，到现在延烧了1个月，连他原本的经纪公司天娱传媒这家公司啊，所有2006年以来艺人这个所谓意外死亡的一个情况。一全部都被找出来，都被挖出来，而且导致他们的一个芒果传媒公司股价崩跌，10月10号崩跌了5%，然后呢，在前一天再崩跌了6%多，2天加起来市值蒸发了76.7亿人民币，和新台币已经超过330亿元。所以换句话说，哇塞，已经不再只是说经纪公司的负面评价，而是实际上呈现了一个经济上的损失。换句话说，很多声援于朦胧，或者是觉得整起事件真的是后面的水太深，这些人开始变动成卖股票的方式，来让于朦胧的整个事件可以浮出水面。所以它的牵级层面越来越大，还包括什么？就是芒果传媒的一个副总经理，这个叫罗泽君啊，他已经是非常大咖，他年薪是新台币破千万元哦，没有想到他现在也宣布请辞哦。BBC 他甚至还在撰文哦，他直接用一个标题，他说中国男星于朦胧坠楼案件，官方通报后，民众为何继续质疑的？对，而且呢，很多的网友他们不断在下面在写什么？他说：“我们虽然只是非常渺小，但是我们绝对不放弃，我们一定会一棒接着一棒，努力的让于朦胧的整起事件浮出台面，水落石出。到底谁是于朦胧背后的那个黑手？到底于朦胧的生前遭受了多少的一个伤害哦？一定要让整起事件水落石出。然后还有什么？你看刚提到，这是实在是很不可思议。”这个人都已经走了1个多月，就没有想到现在竟然到10月江苏的某一个广场，它的外面的一个电子墙，你看，竟然还有人特别去买那个于朦胧生前的一个特写画面，而且还在写说我是于朦胧，哇！
同步好几个城市都有于朦胧生前的一个身影在这个电视墙上。你说这个电视墙要那个同步啊，把这个墙弄出来，弄它的画面，这要多少钱呐？竟然可以做到这一步，看。甚至是什么？3C 用品店竟然店它完全都换成于朦胧的照片了，这很夸张你想看，我们之前才在讲护城风的这个事情，也是这样换。结果于朦胧的事情也是这样换，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如果是中华电信卖就是 iPhone 17的手机，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全部都是同一个画面，就是于朦胧画面？那代表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有人要让于朦胧不断的出现生前的影像，不断的出现在大众的视角里面，包括墙上，包括手机上，包括各个不同的地方，还有你现在你知道什么吗？竟然连歌手，现在被人家发现于朦胧生前最好的一个朋友华晨宇，他是在一个全中国的巡回演唱会。你现在看到有没有？你看到白色那个身影什么？好像就是一个像是于朦胧当时垂坠下来坠楼的一个身影。然后他们就说没有人来把他给扶住，没有办法给。然后他唱的这首歌什么歌？好想我回来呀。所以人家就说这个白色垂坠的一个人形啊，碎片的玻璃啊，沙漏装着散落的时钟啊，这些根本都是在追悼于朦胧。那除了这个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叫韩红的。韩红他一样也是个歌手。你看有没有看那个小男孩？他又在唱的这首歌叫《天亮了》。事实上他是有个故事，就是说呢，这个小男孩好像他的父母亲啊，为了拯救这个小男孩，所以牺牲了自己。最后据说这个韩红啊有去收养这个小男孩。但你知道吗？他在这个演唱会上有这个画面，而且唱的歌叫《天亮了》，那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的缠绵，让我想起了他们那双无助的眼。我想要抓住他的手，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了。妈妈笑了，天亮了。大家就把它跟于朦胧事件又连结在一起，好像就是说于朦胧的事件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也会天亮了？就是它的真相有一天会让全中国人14亿人口都知道真相大白，到底是谁害死了于朦胧？已经1个月了，结果这件事情是不是成了？没有成。我刚刚讲，习近平最讨厌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清朗行动方式全部都下架，结果没有想到股价上面马上有反应了。就有反应之后，我们刚刚看到各种画面。这背后真的有人让他不要成，真的有人在背后在驱动的。就是你会觉得一件事，什么一件事呢？就于朦胧整个事件，好像是像魂魄有那个鬼魅一样，在这个整个中国你看得到，但是又说不清楚，你感觉得到什么，但是到底事实是什么，就让你隐隐约约。所以就有人说，这如果不是一个所谓的反习势力，而且这个反习势力的一个位阶或者是他权力某一种程度，其实也是非常大，才有办法让这个明明在12小时就以所谓的意外身亡的事故画下句点的这一个死亡案件，竟然可以莫名其妙又烧了1个多月，而且迄今还在中国网上持续的烧。宇轩，为什么川普会说中国正在发生一些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你刚刚看到小米的事情，竟然可以在全网暴动这么久，于朦胧事件竟然可以1个月烧了这么久。就比方说，今天习近平头非常的痛，尤其什么？我们之前讲房地产有这个所谓的碧桂园，甚至还有什么恒大这件事情，没想到今天这个消息出来，大家又傻了。这个中国的房地产难道又爆雷吗？这是什么？这是万科集团。这个人原本这个人叫辛杰，原本他今天下来之后，他要帮忙万科处理，包括你的一些债务啊，一些什么事情，就没想到他失踪了20几天，然后现在说什么？他辞职了。都没有人相信的。照了我讲啊，中国房地产出问题啊，这不是什么新闻，但特别是什么呢？原本这个辛杰呢，他是代表所谓的国资救火队，也就是他来到万科呢，是相关的，他想要把这整个出资进行整改，但来救火的、来灭火的，莫名其妙啊，被人家带走，这才是新闻。怪就怪在这，你自己想想看哦，他大概是从我们讲深圳地铁集团，因为这个集团呢，它是万科最大的一个股东，它原本就是为了救它，所以慢慢的这个国资引进之后呢，最后变成是最大股东。没有想到呢，他明明来这边不到几个月，今年年初才来到这边，就在9月18号的时候呢，因为人已经消失2个礼拜，然后突然间跟你讲说被带走了，24天音信全无，就公告说什么董事长的位置是还在，但人呢因为个人因素。
辞职掉执行董事，然后最后董事长的职务呢也跟着这样就把他很辞掉。可怕，会议现场直接带人走，结果今天事情烧，就说没有个人原因，太怪了吧？对，而且你看这东西是有我们讲的官方实锤的因为你看新浪证券是在中国来讲非常的实打实的大型的这种我们讲财经媒体，他说在所有刊发商当中呢，要找一个看起来最不可能出事的人就是辛杰了。结果没有想到呢，明明在1年就退休，结果这个人呢就出事了，来这边要救，结果呢没想到没有救别人，只有自己就这样不见了。不可能出事的，竟然出事了。就你看万科还有公布一个公告，这个公告里面写的很清楚，辛先生因为个人的原因，请辞任职于本公司基金董事及董事长的职务，而未来呢不再担任任何本公司有关的任何职务，没有给你任何理由，没有任何的原因，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哪有这种？他又不是说在这边待了10几年、20-30年，然后在那边贪污腐败，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来到万科？今年才刚来，我是为了救你们的。对，来你自己看万科有多烂。2024年营业收入3431.8亿人民币，年减26.3%，然后净损失呢494.8亿，已经烂到透顶了，首度年亏损。2025年，也就是我们讲的辛姐来的时候，上半年的时候，为什么他要来？也很惨呐，扩大亏损到119亿，总负债8729.88亿人民币，资产负债率73.1%。这规间公司都拍料料，对，而且你知道吗？他也不止自己坏料料甚至是呢，连输送他原本他9月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深圳地铁提供他259亿的借款，对不对？但我讲深圳地铁也很惨呐，你知道惨到什么地步吗？等于说被拖累。到目前为止，他的合计亏损也4796亿，两个人加起来这是兆元等级的，因为他自己本身还一大堆路线要开发，也不是说手头那么愚错，所以来讲这个叫难上加难，本来就都很惨的，就没想到好。那理论上来讲，你好不容易给一个新人一个新机会嘛，给辛姐来去处理嘛，结果呢，人消失就算了，这些烂账也不知道去哪里。我讲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为什么？因为里面的主改恐怕是臭不可闻，有一些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者要把它给搞掉嘛。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原本辛姐来之后，他要弄一个大楼，那这是他负责的5星级饭店，原本是当做金鸡母，叫做盛庭苑酒店，结果没想到等到辛姐在9月的时候被换掉的时候，你知道吗？刚好招牌跟着换了，突然间它不叫做盛庭苑了。直接改名叫做陈记酒店，对，跟你讲一件事情，这个叫做改朝换代，而且跟辛姐来过来的时候呢，他也带了一狗票人，这些人包括有一些副总啊、执行副总啊等等的，都是什么？都是深圳铁路公司的相关的成员。而这些成员呢，一来了之后呢，现在也跟着他人去楼空。但我跟各位报告辛姐做最错的一件事情在这边。这是原本万科的架构图，对。那你看它的架构图是怎么样呢？有所谓的董事会议，那董事会议有一些监察人力组织啊，我们讲的 HR 等等的。但是呢，它的集团总公司是分为2个事业体，等于说物业的跟开发呢，我们讲的各分为2块。但是辛杰就是说不对。你这样2块之后呢，底下都盘根错节，我们讲几十个我们讲的工作5+2+2，等于就说你有一大堆可以安插人事肥猫乱七八糟的工作啊。他说我不要，所以我调整之后呢，来你看上面这边洋洋洒洒，对不对？不好意思，这个全部都叫做董事长，也就是辛杰一个人说了算。而底下的事业群从原本的30几个直接划分成就16个事业群。我讲你动到人家的我们讲命脉了，什么意思？原本万科是亏损没有做，但为什么会亏损？代表说里面盘根错节，很多我们讲贪官嘛，很多我们讲的4位数餐的人嘛。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一旦把它打破，组织重新总改之后，请问一下人家怎么混啊？人家不爽了，对，我要烦你了。因为你本来有2间总公司嘛，所以你辛姐顶多管到1间，另外1间管不着嘛，对不对？那你现在2间变的是你全部上面都有一个太上皇，就叫做辛姐，你都要管，所以你都要管的状况下是呢，那你就先出去，人就这样搞了没半天，都还没有整改。还在赔钱状况之下，人就这样被抬出去了。所以你想想看，这样怎么有办法搞？而且你知道吗？原本这些我们讲了万科集团里面有多好赚。2024年其实有被踢爆，这也是官方的这个财华社。财华社里面有一个烟台市百润置业，等于说还有半官股的这种成分在。他说，万科当前的债务并不是偶然的事件，是以前郁亮为首的高管人员利用万科偷税漏税、中饱私囊，甚至转移国家资产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它是有这样的结果嘛？所以才会叫辛杰处理他们嘛，而且他有列罪状说比如说他放高利贷，
比如说呢，他搞一个我们讲的物产地业的案子，说我70亿的预算，然后你就把50亿直接提前太夸张了吧？70亿就挪50亿，对啊，还放高利贷，这是中饱私囊啊。那再来呢，他放完高利贷之后，他干嘛？他用人头公司把这些获利给区分，获利转分之后呢，转分干嘛呢？再用我们讲的洗到外面去的方式，等于说这些账根本没有进到万科的大账。全部都进到个人的私人口袋，所以你才会知道公司为什么赔钱，然后这些人赚得盆满锅满。那最后呢，还搞所谓的空手套白狼，有一些跟投的机制，然后再从协力厂商，因为空手套白狼之后，再跟厂商要钱。换言之，这些就是一个贪官污吏集团嘛。但理论上来讲，新姐来要扫荡这些人是好事啊，理论上是现在要被扫荡走啊。所以他说明一个概念嘛，在中国没有是什么扫荡贪官污吏的事情啊，你要来去动我们哦，我们就先把你检举掉。等于就是说明明呢，深圳地铁也就是我们的深铁，它是一个很庞大的，它来救这些人，结果没想到要来救他们之后呢，反而被这些人害惨了，新杰呢自己都挂掉。所以你想想看哦，他现在公布一个一个名单，这都是前朝的名单。比如说像这个萧劲干嘛呢？这都是有调查的，这又不是说没有法律依据。2014年调任之后呢，我们讲曾经他涉犯什么？因为个人原因被调走，因为有相关的刑事呢进行去调查。因为济南万科企业有些公司总经理呢，他也是这样，就人就被带走了，所以代表说他是有涉犯相关的贪官污吏，甚至对国有资产的进行我们讲挪为私用，所以人才被抓走啊。张海涛这也是万科的2020年，你看约谈之后发现疑似存在利益输送行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逮捕，所以你看到这边，各位好朋友赵恒，你知道一个概念，这两个叫做代罪羔羊。你今天要我们死，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万科里面可能100个人都要被抓走，那我今天只要牺牲掉你一个心结，你拿我有办法吗？对不对？那所以为什么恒大，为什么之前的碧桂园最后面呢？不管多少人来救，水深火热都没有用，因为这就是中国的结构。那如果连他们的房地产，如果连他们的产业火车头都长成这个样子，你很难想象中国的百工百业，甚至到他们的国营，甚至到他们的军工产业里面，到底有多少藏污纳垢？因为刚刚川普才在发文说什么？这个中国怪怪的，怪怪的事情，习近平的心情一定非常差。结果他发文这边之后没多久，他跑到以色列去了。你看到那个画面，川普开心死了。到以色列之后，以哈战争终于结束了。结束之后，他下飞机之后又比出他的胜利手势之外，甚至我们还看到一个画面。你看到哦，这是以色列民众在特拉维夫的海滩排出一副巨型的感谢标语，还上面写什么？谢谢你，有以色列的国旗，还有英文的希伯来文的回家的字样。川普看到多开心啊！对，现在川普正在赚这个所谓的和平的 KPI 哦。你知道这个他说习近平现在遭遇到内部的困难，但是他其实心里很开心，就是说川普呢，他到了以色列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呢？他今天就是要整个把以哈战争全部结束掉。对。而今天来讲的话，哈马斯跟以色列他们也很闪光。怎么很闪光呢？把7名加13名的整体20名的囚犯人质啊，全部都送回到以色列来了。对。那以色列也如约哦，把过往抓到的巴勒斯坦人全部也都送回到给巴勒斯坦。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双方来讲都有那个意愿达成和平哦。所以你看到今天来讲的话，以色列非常隆重的去欢迎川普。第一个，你看到在海滩上排出这些字啊，就告诉这个川普说谢谢你，这个帮我们那个维持的这个所谓的你看到哦，还有川普剪影的头在上面，对，也太厉害了。是，然后你再看到它的高楼大厦还挂出了巨额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横幅呢，上面就写说你是我们的赢家，而这一副赢家，你看到上面这个金碧的辉煌的概念，就像之前庆祝建国几周年的时候有川普跟居鲁士的这个头像一样的意思哦。另外呢，因为川普被邀请到国会去演讲，所以在国会当中，所有国会议员呢，竟然戴上了帽子，而这个帽子呢，并不是写所谓的 MAGA， 而是写什么呢？写是川普，你就是个和平总统，所以是非常吼川普就是了。所以也难怪，川普你看这张多帅啊，都解决了到这场战争结束了。战爆了。对，那另外来讲的话，川普也在议会的这个留言簿上面去签名哦，这是我莫大的荣幸哦，是一个伟大而美好的一天开始哦。另外呢，以色列的民众也齐聚在塔拉耶夫的这个广场，然后呢也进行这个大的这个巨额的上面的一个自曝啊，上面写说啊，他应该就是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奖。但是虽然今年没有得到，可能明年啦哈，看情况。所以你看，川普其实还蛮开心的哦，去做到这件事情。不过我们看到有一个更开心的是谁？
就是伊朗的这个哈梅尼。对，为什么伊朗哈梅尼会很开心呢？他竟然在他自己本身所创办的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共和报上面呢，有一个社论。这个社论呢，竟然去检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所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也就是入侵以色列行动，是一个错误的决策，而且它是代价非常高昂，而且是失败的一个结果。伊朗哈米尼反美的，对，结果他认错了，对，他是伊朗最高领导人哦。结果他透过这个社论这个媒体来发布一个讯息哦，终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你想想看，在2年多前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所谓的恐怖攻击刚发生的时候，对，哈米尼还盛赞说这是一个什么，应该要把美国赶出去，然后呢要颠覆美国的政策，他还在讲这些事情。但是没想到现在来讲，当川普进入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也做球给川普，告诉川普说，哦，当初那个决策是错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这个战争一打下去之后，不好意思啊，真主党被端掉了，对，那个胡塞组织也被端掉了，就连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也被端掉了。那伊朗的话也被 B2 轰炸机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现在他的政权能够保下来，后面其实还是川普在帮他。当时的这个纳塔雅胡，以色列的总理都很想要直接把哈米尼端掉，对，但是结果是川普把哈米尼留下，因为为了权力平衡所以你看到现在来讲，连伊朗都这样子发布这样的声明，告诉这个川普说，因为承认自己错误，然后等于是间接的在赞扬川普的概念那接下来呢，这个川普有准备在同一天呢到达埃及，对，去举行20个国家的举行的高峰会议，什么东西呢？就是要来重建这个加沙走廊。对，那重建加沙走廊，当然有记者去问他说，他不是说你之前要搞一个什么蔚蓝海岸嘛？对，不是说把川普大楼直接这样子建起来吗？对，但是川普现在讲话比较保守一点，变保守了，没有什么叫他不知道什么叫蔚蓝海岸，但是至少现在来讲的话，生命安全可能更加重要。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他不断的在赚这个所谓的和平的 KPI， 所以呢，等于一扫所谓的跟习近平之间的这种阴霾因为在中国事务上面来讲，他可能没办法得分。目前来讲的话，还在那边抢，但是至少在中东问题上面来讲的话，他可以已经得到非常多的分数。但重点是说如果中东和平进展，这个进一步在进展的话，那这时候呢，美国可以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印太来，然后来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国。所以这个消息对中国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坏消息；但是对川普来讲的话，他赚饱饱、赚满满他的和平 KPI。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